你的周一早上是怎么度过的？气喘吁吁的狂奔，翻越护栏，却还是错过了公交。好不容易等来了下一班，却又被挤得生无可恋。终于赶到公司楼下，又发现根本挤不上电梯，拼了命挤进电梯，等到了公司，却还是迟到了10分钟。老板大发雷霆，1个月30天，他们就要迟到17次，每次迟到10分钟，这样他们每个月就少工作170分钟。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个月22天班来算，公司平白无故就要损失211.05元。安吉被训斥的狗血淋头，他是一家公司的小职员，经常被上司欺负，被同事挤兑。不过他有个在加拿大留学的男朋友，在工作之余能和男友通个电话是他最开心的事儿。旁边2位同事贝奇和辛迪是公司的出纳，她们3人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，就算工作上的事再不顺心，只要3姐妹能抱团取暖就够了。老板正训得得劲儿，安吉的上司突然进来汇报工作。这个上司的扮演者名叫薛之伦，他身上所穿的这种垫肩套装在80、90年代风靡一时，尤其深受职场女强人的追捧，因为这种服装会放大着装者的身形，让他们在外形上更能体现女强人的姿态。上司见到安吉迟到，赶紧添油加醋在一旁挤兑。老板也是越听越气，只有同事马克见到后，赶紧替3人说了好话。这个马克的扮演者相比大家并不陌生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浩南。这个马克是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有着不低的地位。老板听后才慢慢消了气，让3人出去工作。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安吉不出意外的又被上司训了一顿。好在辛迪和贝奇的上司非常和善，还为他们介绍了新来的保安经理艾伯特。这个艾伯特的扮演者就是大导演尔冬升，虽然他当时已经是导演了，不过依然没有放弃演员这个职业。忙完手头的事后，3人不约而同的来到厕所，这是他们上班时最快乐的时光，吐槽着工作中的各种不愉快，还要考虑要不要为这区区5斗米折腰，但他们也仅仅是说说而已，毕竟不工作又怎么养活自己呢？除了带薪如厕，3人最愉快的就是中午在一起吃盒饭了。在之前视频中我们就提到过，盒饭是香港电影最具代表性的道具之一，王祖贤、郑裕玲、林忆莲3大女神并排坐在一起，搭配上精致的职业装，妥妥的仙女下凡。但导演就用一个简简单单的盒饭，就让3位女神身上平添一丝市井之气，更加贴近上班族这个标签。3人在上班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兑钱买彩票，期盼着哪天能中个头奖，这样就再也不用过这种受气包一样的生活了。这天呢，贝奇和远在加拿大的父母通电话，父母那边依旧在不停的催婚，贝奇不胜其烦。事实上他也是因此才远离父母跑到香港工作的。突然到了6合彩的开奖时间，贝奇赶紧挂断电话，盯住电视，他们果然中奖了。虽然只是个安慰奖，但这是个好的苗头，谁能保证他下次不会中个大奖呢？贝奇赶紧打电话通知安吉和辛迪，2姐妹也非常高兴，尤其是辛迪，她开心的和男友阿文分享自己的喜悦，并询问他中奖后有什么打算。起初阿文的回应还让她很高兴，他想带着辛迪移民到加拿大，买一栋漂亮的别墅，但接下来的话让辛迪非常生气。之后他要把自己父母接过去，让辛迪为自己生一个儿子，然后自己回到香港挣钱，辛迪则留在加拿大给他照顾父母儿子。难道辛迪这一辈子就是为了给男人相夫教子吗？见他的脸色不好，阿文也赶紧过来安慰。不过还没说几句，阿文接了个电话就出去打麻将了。第2天又如往常一样，3人做着无聊的工作。不过不一样的是，在艾伯特的邀请下，贝奇和他共进了晚餐，2人聊得十分愉快。马克也同样邀请了安吉，不过却是被一口拒绝了。晚上3人又聚在一起吃饭，期间辛迪的男友又给他打来电话，为的竟是让辛迪给他订一份外卖。辛迪大为恼火，这个阿文住在自己的出租屋，不分摊房租也就算了，甚至根本就不出去工作，连吃个饭都要让自己掏钱。安吉和贝奇闻言也替辛迪感到不值，这样的男人留着有什么用，还不如早点散了。可辛迪却始终舍不得。3人正说话间，安吉突然想起来还有工作没有完成，因为最近公司接了新项目，时常有人回到公司加班。3人立刻赶回公司，不料刚到公司，安吉竟在桌子下面发现了整整1袋子的钞票，他们估计这1袋子至少也要有大几百万。他们怀疑这是见不得光的黑钱，于是赶紧把灯关了，悄悄离开公司。为了掩人耳目呢，3人特意乘坐了货梯，不料货梯的人更多。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3人刚下电梯，就有一个同事鬼鬼祟祟地跑了进去。出了公司，他们又遇上了巡逻的警员，因为做贼心虚，3人赶紧露出一个僵硬的笑，假装谈论着今天的购物经历。但其实这2个警员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。他们来到贝奇家中，贪婪地吮吸着金钱的味道，仔细一数，这1袋子竟有整整1000万。
也就是说，他们每人能分到333.333万。三人开始幻想以后的生活，辛迪想要一场豪华的蜜月之旅，贝奇想买一栋大别墅和一辆豪车，让自己的宠物狗也住进去，而安吉只想快点到加拿大和男友团聚。兴奋之后，安吉提醒两人，他们一定要搞清楚这笔钱的来源，如果到时候有人上门来问，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。保险起见，安吉建议先将钱藏起来。三人还像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如果1个月后没有人来调查这笔钱，他们再拿出来花。辛迪和贝奇也表示同意。之后，安吉、辛迪也搬到了贝奇家中，三人共同守护这笔钱。不过，虽然他们不能动这笔钱，但事实上，三人在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有钱人了。他们开始购物，各种漂亮的衣服也是买，就连波士顿龙虾都成了家常便饭。不过用的都是他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。1周的时间很快过去，他们的钱包也被掏空。三人都忍不住想要动这笔钱，甚至连睡觉都睡不踏实。这笔钱就像是一股无形的压力，压得三人透不过气，就连平时上班都疑神疑鬼的。老板让安吉陪自己去家里取一点钱，可安吉竟听成老板怀疑自己偷偷拿了钱。这天早就赋闲在家的董事长突然来到公司，原来董事长的儿子，也就是公司总经理，将价值80亿的金矿以2亿的价格卖了出去，而这1000万就是对方承诺给经理的好处。董事长大怒，当即就命令手下调查事情的真相。恰好从门前经过的安吉听到了这段对话，原来这是行贿的赃款，他们现在拿了这笔钱，搞不好还会被 ICAC 请去喝咖啡。安吉顿时慌了神，在董事长的督促下，调查很快展开。因为录像设备老旧，导致当晚的录像十分不清晰。技术主管马克当即表示自己可以修复录像，三人慌了神。安吉知道马克对自己有好感，于是便找到马克，请他帮忙给自己介绍一下录像修复技术。马克自然十分乐意。期间，辛迪还想趁机删了录像，结果却得知这些录像有自动备份。虽然目前录像非常模糊，但马克预估大约需要2天就能修复。回到家后的三人更加六神无主。安吉想离开香港这个让他心慌的地方，于是便打电话给男友，想去加拿大和他一起生活。结果却得知男友已经结婚了。辛迪也回到以前的住处，找男友寻求安慰。结果得知她的男友已经搬走了，辛迪只能失魂落魄地回到住处，三人再次聚在一起。现在大难临头，他们又开始互相埋怨。贝奇埋怨安吉提到了那笔钱，安吉却说从头到尾出主意最多的就是贝奇。辛迪刚想劝他们，谁知两人张嘴就吼，最没用的就是辛迪，一有事就呱呱乱叫，一点主意都没有。但三人很快又冷静下来，商议之后，他们还是决定将这1000万还回去。于是他们趁着晚上蹑手蹑脚地回到公司，将钱放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。但他们刚准备离开，董事长就带人赶了过来，三人不得已只能藏到屏风后面。原来马克已经修复了录像，虽然画面拍到了安吉三人，但由于那个时间段公司的其他员工也经常回到公司加班，所以马克很顺利的就帮他们搪塞了过去。可疑的是另一个人，这个人在安吉三人加班之后又出现在了公司，他就是总经理的表弟。谁知表弟一看，居然扑通一声朝董事长跪了下来，他大声保证自己绝对没有拿这笔钱。不难看出，这个表弟就是替总经理收赃款的。事到如今，连总经理也不相信他了，两人当着董事长的面吵了起来。总经理大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见过那笔钱，一怒之下手甩到了柜子上，结果那1000万立刻就掉了下来。事实胜于雄辩，现在就算总经理说再多也没用了。董事长一怒之下把自己的亲儿子流放到海南去看竹子了。三姐妹的危机终于解除，为了这1000万，她们不仅受尽了折磨，还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三人不得已要去退掉他们早就定好的奢侈品。不过影片的最后，辛迪从自己的娃娃中拿出了自己偷偷从那1000万中藏起来的私房钱，虽然不多，但平均下来每人也有几万块，算是弥补了三姐妹这段时间的疯狂购物。影片到这里呢也落下帷幕。这部《打工狂想曲》是钱永强导演在1989年上映的作品，整部电影轻松幽默，为我们阐述的道理也非常简单。在那时的香港影坛也不过只是平均水平而已，但却依然能甩出现在的电影一大截，这便是港剧的魅力。除此之外，王祖贤在这部电影中的穿搭也非常亮眼。相比于当时风靡一时的垫肩职业装，王祖贤在片中的软肩时装更能凸显出女神的身材。那随身而动的飘逸裙摆也比包臀裙更能彰显女神的魅力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